拿着2000块的工资提供最甜美的微笑，听起来好像并不符合当代打工人的逻辑。但是为何高速收费员岗位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奇葩呢？从目前中国的就业离职率来看，这个岗位的离职率偏低，很多人选择从入职一直干到退休。而且从现实来看，这些高速收费员的年龄也普遍年轻。听了这些话，你可能会觉得2000元工资能干啥？这么年轻，干点啥不好？今天我们就来揭露这个岗位的详细秘密。这里是知识天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物价增长的加速度比工资要快很多，加上很多打工人都是异地打工，房租、水电费就要花掉大好几千。尤其是在一些1、2线城市，一个月的工资可能要达到5、6千才能维持生存。所以2000块的工作能这么受欢迎，这让很多人难以置信。除了工资问题，从目前来看，高速公路收费员的年龄普遍不高，基本在40岁以内。这与一些社会上的低薪岗位又一次形成反差。比如保安岗、保洁岗的工资普遍会低一些，但是一般承担这份工作的人年龄都在40岁以上，有的甚至快60岁了。在没有很大生活压力的情况下，这种低薪的工作非常适合年龄大的人。而高速收费员岗位作为一个相对低薪的职业，却能吸引很多年轻人，而且还能够持续稳定地做好这份工作，这不得不让很多人猜测，这个岗位到底有什么魔力？还是说这个岗位的背后有普罗大众看不到、理解不了的好处呢？很多人吃惊，高速收费员整天从早干到晚，工资水平为何还在2000左右？其实你要是知道这个岗位能够为打工人提供什么，从性价比的角度出发，一切就很好理解了。首先声明，高速收费员并不属于事业单位人员，也不是什么国企员工，只是一个提供基础性服务的服务人员，所以他们的工资从根本上来说不会像金融、法律、新媒体这几类职业会高一些。好了，言归正传，为什么这么低的工资还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去干呢？首先，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房租、水电费是大头，这一点在高速收费员这里就不是问题了，因为单位管住，免费给入职的员工提供宿舍，这就省下了一大笔支出。除了免费提供住所，在国家法定节假日，高速公路单位会给收费员们提供非常不错的福利。另外，由于这个岗位与事业单位相关联，所以在日常也会有一些政策补贴。这么综合看下来，并不比普通打工人挣得少。除了一些福利待遇外，高速公路收费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稳定。在2020年，因为遭遇疫情，很多人都失业了。即使现在疫情已经过去，可是还有很多行业以及岗位没有回过神来。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影响到高速收费员这个岗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做这份职业。最后就是工作时间问题。当很多打工人还在苦苦寻找做5休2的工作时，高速路收费员已经过上了上3天休2天的生活了。而且由于岗位工作性质原因，这个岗位一般不加班，也不会突然被揪回去开会。现在看来，是不是也能理解了为什么2000元的工作还有人争着去干了吧？不加班，上3休2，提供住宿，稳定保障，简直 buff 叠满。综合看下来，确实比那些挣着大好几千，但是加班加个没完，周末没有自己时间的岗位好很多。AI 越来越呈现出代替人类岗位的趋势。如果你用过类似的 AI 软件，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已经不再需要人类手动去回答， AI 工具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进行全网信息搜寻，并且给出相对完整的答案。认真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就会发现当下已经有很多岗位被 AI 默默地取代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公交车售票员，可能在10几年前坐公交车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人工售票，但是现在自动售票机可以在乘客上车的第一时间收取费用，最大程度的节省人力成本。公交车售票员所面临的处境，很可能就是高速收费员未来要面对的。其实从现在高速公路的现状就能发现， ETC 收费口已经承担了一半的收费任务，而且这些智能收费口的工作效率显然比人工高很多。
所以高速收费员未来必然会成为那一批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岗位。抛开被 AI 取代的问题，其实在高速收费员的工作过程中，也同样会出现和其他工作类似的难点。作为一种服务型工作，离不开与人打交道。我们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过路车辆为难收费员的新闻，因为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所以在工作当中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高速收费员的难点之一。另外，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应该知道，高速路的车流量有低峰期和高峰期，一旦进入高峰期，收费员可能几个小时都不能停下来，只能不断地进行发卡和收费，并处理很多紧急情况。综合来看，作为基础服务型工作的高速路收费员，也要面临当代打工人需要面临的难题。而且正是因为工作内容相对简单，所以未来也会变成首先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岗位。高速路收费员这个岗位或许可以给当代打工人提供一些找工作的经验。一份正常的工作必然有一套符合社会环境的内在逻辑，我们永远不能只盯着一个点就去判断这份工作的好坏，而是应该用综合且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务科普，我们下期再见。